各位在美国奋斗了一生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陈鑫，今天想和大家说说心里话。最近越来越多住在洛杉矶、圣盖博谷的老乡亲来问我一个揪心的问题：孩子孝顺，往我账户转点生活费，难道也能出问题？听到这，我心情很沉重，因为在美国，我们习以为常的家庭温情，很可能正是福利体系里的隐形陷阱。我想起查理芒格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我知道将来会死在哪，那我永远都不会去那个地方。这句话藏着顶级的生存智慧，逆向思维。对我们第一代移民来说，想安稳，就得先弄明白什么会让我们活不下去。如果我们清楚知道哪些行为会咔嚓剪断 SSI 福利或锁死救命的白卡，那我们就必须远远避开。但现实是，很多长辈对这些条款完全陌生，靠过去的经验和直觉办事，这是孩子心意，算什么收入？钱放孙子名下，哪查得到？我想郑重提醒大家，这些想法在社安局日益强大的审查系统面前，可能就像一颗颗定时炸弹，一旦触发，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所以，请您暂停手边的事，花几分钟听我说完。今天聊的不是几百块钱的小账，而是关乎您晚年安稳的生命线，那张保您平安的白卡，请您坐好，仔细听我讲，这关乎您未来10年、20年的生活。若您认为这些信息能带来一丝帮助，请点赞、收藏并订阅会活智库频道，也请您务必将此视频转发给更多在美同胞。下面我就开始给大家进入正题。在美国生活久的都懂，这里的医疗水平是世界顶尖的，但费用也是世界顶尖的，而且不讲半点人情。我们上了年纪，身体就像用久了的机器，高血压、高血脂、关节痛、心脏问题，说来就来。如果没有白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半夜胸口发闷，您的一反应不是打911，而是盘算叫一趟救护车要几千美金，意味着医生开的特效药，您走到药房门口看到价格，只能摇摇头转身离开，意味着一场不算太大的手术，一张几万、10几万的账单，就能把您和孩子半辈子的积蓄掏空，让全家陷入困境。这张白卡就是我们晚年在美国的救命稻草，而我今天要告诉您的，就是那个您觉得充满亲情的举动，孩子会来的那笔点心钱，您帮孩子垫付后，他们还给您的房租，甚至您春节塞在红包里没舍得花，攒在抽屉底的现金，这些看似温暖的往来，很可能正在不知不觉中，一点一点地腐蚀拴住这根稻草的绳索。社安局的审查网络已经越来越密，2026年更会被称作合规大年。很多时候，悲剧不是源于贫穷，而是源于不知道，源于好心办了坏事。所以，请大家打起精神。今天，陈鑫和会活智库不是来吓唬大家的，是来给大家送盔甲的。我们要一起学着，在这个规则森严的体系里，用智慧、用方法，既守住孩子的孝心，更守住我们自己的根本。规则我们改不了，但我们的做法可以调整。就像芒格先生说的，避开所有显而易见的失败，剩下的路自然就是安稳。好了，咱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今天的生存指南。我先讲一个就发生在南加州的真事，地点可能在您家隔壁。一位从台南来的林阿姨，78岁了，一个人住，靠着每月900多块的 SSI 生活。她在东湾的女儿很孝顺，看夏天太热，怕妈妈省电不开空调，也想让妈妈多和老姐妹聚聚，就从今年3月开始，每月固定给林阿姨的账户转500美金，多温暖的一件事，对吧？可就在上个月，林阿姨收到了一封社安局的信，信里的内容让她浑身发凉。社安局说，他们查到林阿姨有未报告的规律性收入，因此决定不仅下个月开始停发她的 SSI， 还要求她退还从3月份以来多领的所有福利金。林阿姨当时就懵了，打电话给我，声音都在抖：陈鑫，这讲不讲道理啊？这是女儿孝敬我的生活费啊，这又不是我去打工赚的，这怎么能算收入呢？美国人没有亲情的吗？各位长辈，您听，是不是觉得又冤枉又气愤？但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在社安局庞大的电脑系统里，没有孝敬这个分类，
只有冰冷的数据流入和资产增加。要避免林阿姨的遭遇，我们第一件要弄清楚的是，就是一个关键概念：您领的到底是社安退休金还是 SSI 补助金？这二者有天壤之别。社安退休金，好比您在台湾工作一辈子缴劳保，退休后领的钱，那是您的合法财产权益，不管您子女多有钱，给您多少钱，政府都无权过问，该给您的一分不会少。但 SSI 完全不同，它的性质更接近台湾的低收入户补助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它的本质是社会救济，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帮助那些真正一无所有的老人家、失明或残疾人士。所以，社安局的逻辑非常直接，既然您的子女有能力每月固定给您500、600美金，那就说明您有家庭支持，已经不属于一无所有的救济范围了。那政府为什么还要用其他纳税人的钱来补贴您呢？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查得这么严、这么细，尤其是现在银行数据几乎直连，任何一笔非常规入账都可能触发警报。接下来，陈鑫就为大家清清楚楚地画出3条绝对不能踩的红线，请您在心里默记，或者拿张纸记下来。第一条红线就是现金转账，直接变收入。就像林阿姨的例子，社安局白纸黑字规定，任何非劳动所得的现金馈赠都算 earned income， 不劳而获的收入。它的计算方式非常狠，几乎是验过拔毛。虽然有个小小的抵扣额，每个月投20美金不算，但超过的部分几乎要从您的福利金里1比1扣掉。我们来算笔账，女儿给林阿姨500，扣掉20，剩下的480全部算作收入。林阿姨原本能领945，下个月就只能领到945，减480等于465美金。您看，女儿孝心给了500，结果妈妈到手的钱反而比原来少了。这多出来的500，绝大部分只是替美国政府省了福利开支，并没有进到妈妈的口袋。这不是白白浪费了孩子的孝心吗？第二条红线更隐蔽，叫帮付账单，等于实物援助。有些长辈会想，那我聪明点，不拿现金，我让儿子直接去帮我交房租、付水电煤气费，钱不经我的手，总没事了吧？这叫换汤不换药。社安局对此有专门术语，叫 In-kind support and maintenance， 也就是实物形式的支持和维持。如果有人包括子女为您支付了基本的食宿费用，社安局就认为您的生活成本被承担了，不再需要那么多救济金来维持生存。这时会触发一个1/3规则，您的联邦 SSI 补助金标准额目前是943，会被直接砍掉1/3。虽然这比直接拿现金扣的少点，但它依然是实实在在的福利损失。而且，如果您隐瞒不报，一旦被查实，就构成了福利欺诈，后果更严重。第3条红线是最致命，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叫积少成多，资产超标。我们华人长辈勤俭了一辈子，子女给的钱舍不得花，总想存起来防老。这个习惯在领 SSI 时可能带来灾难。SSI 有极其严格的资产上限规定，单身人士名下可支配的资产不能超过2000美金，夫妻2人不能超过3000美金。这里的资产包括什么？银行存款、股票、第2套房产，甚至某些贵重物品。我接触过一个惨痛的案例，一位老伯因为子女每年过年都给红包，他攒着不舍得用，加上退休账户一点微薄的利息，某个月银行余额悄悄超过了2000块。结果他不仅收到了 SSI 的终止通知，最可怕的是，跟随 SSI 的 Medicaid 白卡也同时失效了。就在白卡失效后的空窗期，他不慎摔倒骨折，没有保险，他在医院住了3天，出院后收到的账单超过5万美金。为了付这笔钱，子女不得不动用准备买房的首付款。您看，为了存下那几千块的安心钱，最终差点赔上1套房子的首付，还差点丢了健康，这代价太大了。讲到这里，屏幕前的您可能心里已经揪起来了。很多孝顺的子女可能在想，陈鑫，照你这么说，我们做子女的岂不是动弹不得？想对父母好一点，给他们点钱改善生活，反而是在害他们。难道就只能看着父母紧巴巴的过日子吗？请大家先别灰心，
如果这是一盘死棋，我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和大家聊了。我陈星和会活智库团队这些年深入研究美国福利政策的每个缝隙，就是为了在严密的规则中为大家找到那些安全、合法，甚至被政府默认的绿色通道。就像中医看病，病根找到了，就能对症下药。接下来，我给大家开3剂方子，这3招，招招实用，能让您既收下孩子的孝心，又不碰社安局的红线。第一剂药叫做定向支付，绕过审查，这招是基本功。核心思想是，社安局只管您能不能活下去，即基本的食住，一般不管您活得好不好，即生活品质。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子女的钱直接流向那些能提升生活品质，但不被视为基本生存支持的地方。具体怎么做？很简单，所有付款不要经过父母的银行账户，由子女直接刷卡、开支票付给商家或服务机构。哪些是安全的支付白名单呢？我给大家列一列。首先是通讯和网络费用，现在的手机话费、家里网络费，一个月可能上百块，这在美国福利官看来，不属于生存必须水电煤才是。所以，子女可以直接为您支付最贵的手机套餐，买最新的手机，付最快的网费，这些都不会影响您的 SSI。其次是交通相关费用，在美国没车很不方便，但养车贵，汽车的保险、保养、维修，甚至加油卡，这些钱都可以由子女直接支付给保险公司或修车厂，这被视为交通成本，与 SSI 无关。再次是医疗升级和保健费用，白卡不包的项目，比如高质量的假牙、助听器、眼镜，或者你想做的中医推拿、针灸理疗，子女可以直接为您买单，这属于医疗健康支出，政府不会干涉。最后，也是对我们海外华人最重要的一项，探亲旅游和娱乐支出。你想回台湾看看，想去欧洲旅游，或者只是想订个 Netflix、买本书、机票、酒店、旅行团费、娱乐订阅费，所有这些，子女都可以直接在网上为您订购支付。社安局不会因为您去环游世界而停掉您的福利，只要这笔旅费不是您自己从银行取钱支付的。这招乾坤大挪移完美提升了父母的生活品质，同时保住了福利的根本。第二剂药稍微进阶一点，叫做亲情明算账，劳务变收入。这招适合那些子女确实需要父母帮忙，比如带孙子、做家务，同时又想给父母一笔固定家用的家庭。它的核心逻辑是把无偿的赠与变成有据可查的劳务报酬，因为 SSI 体系惩罚不劳而获，却对劳动所得有一定奖励机制。具体操作是，子女和父母正式签订一份家庭服务协议，写明父母每周工作多少小时，负责哪些家务，如照顾孩子、准备晚餐、打扫清洁，并约定一个合理的市场时薪，可以参考当地保姆价格。然后，子女像发工资一样，每月给父母支付这份薪水。这有什么好处？我们来算比对比账。方式 A 直接给钱，儿子每月给妈妈$1000孝亲费，社安局扣除$20免额后，扣减妈妈$980的 SSI， 妈妈实际征收几乎为0。方式 B 发工资，儿子付给妈妈$1000劳务报酬。社安局的计算方式是，先扣$20免额，再扣$65工作激励免额，剩下的$915，只计算一半即$457.5作为收入扣减。这样一来，妈妈到手$1000工资 ，SSI 只减少约$457.5。里外里，妈妈的实际总收入比直接拿赠与多了超过$500，一年下来就是6000多。这笔钱足够让父母每年舒舒服服地回一趟台湾了。当然，这既要有2点服用须知：第一，这笔工资，父母需要申报所得税，但对于低收入的老人，税率极低，甚至为0。第二，必须有真实的劳务发生，不能虚构，否则就是欺诈。第三剂药是针对更复杂情况或希望做长远规划的家庭的，叫做利用金融工具合法隔离资产。很多人觉得信托是有钱人的玩意，其实不然。在美国，越是需要保护资产，同时又依赖福利的家庭，越需要了解这2个工具。第一个工具是 ABLE 账户，
这是政府为符合条件的身心障碍人士开设的优待账户。如果符合资格，注意，资格定义可能放宽。开设这个账户后，每年可以存入一定额度的资金，目前超$10,000。关键是，这个账户里的钱完全不计入 SSI 的$2000资产限额，里面的钱可以用于支付医疗、住房、交通、教育等广泛用途，是一个合法的资产避风港。第二个工具是第三方特殊需求信托，如果不符合 ABLE 账户，这是更通用的解决方案。由子女出钱设立一个信托，受益人是父母。这里的法律精髓在于，信托里的钱，法律上属于信托本身，而不是父母个人的资产。父母只是受益人，无权直接支配信托本金。当父母需要支付某项大额开销，如修牙、请护工、买特殊医疗设备时，由信托的管理人通常是子女或专业机构直接从信托账户支付给服务方。社安局看到的是，父母没有拿到现金，也没有拥有这笔资产，因此这笔钱不会影响他们的 SSI 和白卡资格。这就像给父母的晚年生活设置了一个能量站，他们可以随时从站里获取补给，但能量站本身不属于他们，不会被计入资产审查。各位朋友，今天聊得很多，但有些话我必须说出来。我们讨论规则与方法，并非算计，而是直面我们这一代华人移民共同的文化困境。我们真是反哺报恩的亲情，但美国的系统只认冰冷的财务独立个体。这种碰撞常让华人家庭吃亏。我反复强调白卡，因为它是最后的医疗安全网，失去它，可能意味着失去看病的选择和尊严。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父母能安心、有尊严的老去。因此，我细细拆解这些，是想给大家一套防身术，用智慧在规则缝隙中守护亲情。请您将本视频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您的一次转发，或许就能避免一个家庭未来的危机。如果您发现自己已触及问题，甚至收到了社安局的信，请记住，不要慌，更不要自行贸然解释。下一期，我将手把手教您如何应对查账信、关键信件的写法、证据的重构技巧，以及如何申请豁免或分期。如果您需要这期保命攻略，请在评论区告诉我需要。前路不易，但通过支持与互助，我们可以守护家庭的安稳与体面。请关注慧活智库，我们下期再见。祝各位和家人平安健康。